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绿色兵团地道版。带有地道版本的绿色兵团，实际上就是磁碟机版，它的一些细节方面和 FC 版还是有一些不同的。咱们进入游戏碰到具体的细节再给大家解释。首先，敌人的配备上就有变化，开场就给了武器，这个武器每捡到一个，它只有一发。你可以再捡一个，来增加它的弹药数量，而且增加弹药数量是可以跨武器进行的。比如说你捡的是手雷，你还有2发手雷，你又捡到一个 RPG， 那你就变成了有3发 RPG。手枪因为是一个现实道具，所以它不参与到这种弹药的累积当中。第一关左侧背后是不出敌人的。捡到这2个，咱们就有了4发的 RPG。所以说，这个游戏如果真的想速通或者追求极限的打法，那你玩的时候和 FC 版的节奏它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武器上存在了多种的变化和可能。这里就是第一关的 BOSS 战了，这种踢飞腿的敌人照样可以钻过来，后面几关也是一样。来了一发，再来一发吧。而且本作的武器是可以跨关卡继承的，本关没用完的，第2关仍然可以接着用。有一点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就是关卡与关卡之间的载入画面，每个载入时长大概是10秒，这里我已经给大家剪辑了一下，因为磁碟机的配置和 FC 的游戏机还是不大一样的。你的每张游戏的磁碟它是有 A 面和 B 面的。比如说这款游戏呢，最开始是读取的磁碟机的 B 面，玩到最后一关的时候，它会要求你换 A 面的。另外这里大家也应该能看出来，好，炸出了地道，这里就是地道了。地道呢，第2关、第4关和第5关有，推荐进第2关和第5关的，第4关为什么不进？到后面给大家解释。看敌人也是可以跳过这种沟的，战物之间这种沟它是能跳过去的，包括后面这种小兵都可以跳过来。地道是有不同出口的，不一样的出口出去呢，位置也不一样。第2关咱们就走到尽头再上去，这样敌人的那些可以发射子弹的碉堡就没有用了，咱们直接就到了本关的 BOSS 的部分。BOSS 战可以选择靠近屏幕的一侧，这样敌人的一个飞行兵就已经挂了，他飞出了屏幕。那按照磁碟机的性能的话，就判断这个单位没有了，所以说3个敌人咱们只打了2个，就算过关了。第3关有很多特别的道具都安排了在了第3关，比如说无敌星，这里有一个，还有手枪。前方不远就可以捡到一个手枪，手枪是一个现实的道具，这个比较可惜。我记得我大概3年前录制了一个无限的弹药版本的绿色兵团，那个玩起来真的爽，拿着手枪是特别的爽。这段 BGM 消失了，这个手枪也就没有了。我还扔出个手雷，那咱们的弹药现在还有5发。前方的有楼梯，这样跳出去的时候就要小心，因为绿色兵团这款游戏跟大家说实话，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难度，难度还是比较低的。但是操作上的容错呢，主要就是你在楼梯之前尽量减少跳跃，否则你跳起来抓住楼梯就被人撞到了，很容易挂的，这是很多新手容易犯的错误。好，前方 BOSS 战了，
作为一个爱狗人士，我的打法呢就是躲，可能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呢，可以这样打。每只狗子你跳一下就完事儿了。缺点呢就是他们的分数你拿不到了，奖命会稍微靠后一点。正常的流程当中，咱们会奖1条命的。不战则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啊，不对，这是不战则屈人之狗。过关了。每个关卡和关卡之间的载入那10秒钟、10几秒，我都给大家切掉了，那个实在是太耽误玩的节奏了。磁碟机版的游戏，我还给大家录制过一次赤色要塞，我记得。和 FC 版的相比，明显缩水了很多。这可能很多新的小伙伴、新关注我的小伙伴没看过，因为很多的 FC 游戏视频我都是3年之前，甚至4年之前、5年之前录制的。从去年开始，很多平台已经要求了视频的清晰度不能低于 1080P 了。我早年的视频都是720P 的，所以很多视频打算给大家重新录制。第4关的地道是最坑的，这里有，这里的不要进，进去之后你再上来，基本上就是从原地上来啊，在里面走了很远，然后从原地上来。本关前面还有一个更坑的地道，好，就是这里，这里也不要进，这里坑比上一个还坑。这里进去之后，你走到头再上来，就是从本关的开头开始，就等于这半关白打了。所以本关的地道是比较坑的。这种混合兵种呢比较难处理，尤其是前方有一个火力压制的，后面跟着一个会跳的踢你的小兵。BOSS 战了。BOSS 是3个直升，这算是直升飞行器吧？不算是直升飞机了，连个罩都没有。而且这种飞行器用匕首1刀1个，真的是太脆了。用匕首来打飞机，听起来就疼。干掉一个，用 RPG 也是可以把他们打下来的。但是呢，你不能跳到最高点发射，你要落下来一点再打。好，正中目标。这样第4关也过关了。咱们平均2分钟一关，不到2分钟，还有片头的时间。第5关的地道有隐藏的，这里有隐藏，而且第5关会给你大量的弹药。这个弹药最好收集一下，因为你捡到一个 RPG 它只给你1发，所以大家想一下吧，在最后一关的时候咱们要打那枚导弹，那个导弹是12发才能打爆的。如果你在第5关没有做充分的弹药的准备的话，在打最终 BOSS 的时候现攒啊，当场一个一个攒，那是时长非常长的，而且那个地方的敌人都是混编单位，容错率比较低，所以说最好呢，咱们事先啊在这里把这个火药多攒一点。但是呢，它是有一个上限的啊，最大就是9发，9发之后，你看我再吃，无论是吃 RPG 也好，无论是吃手雷也好，它都不涨了。那我现在是一个拿着手雷的状态，这里最好后面哇上面好多人，这里最好切换成 RPG 就可以了。哦，这里也好多人。你看他们跳坑，每一个坑都能跳过去，零出错率。跳地雷和打敌人2合1，这个手雷就不捡了。准备好上去了，从这个地方上去就离 BOSS 不远了。因为本作的武器是能继承的，所以说打这个 BOSS 的时候，咱们也可以使用 RPG 来打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玩了
20多年、30年的绿色兵团，没有用 RPG 打过这个 BOSS， 咱们用一下，一刀完事儿了。不然呢，咱们需要蜷缩在画面的左侧，通过跳跃来调整敌方射击的角度，套路就比较固定了。好，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它提示我切换磁碟机的 A 面了，这样我就换过来了。那提示切换，你换一下需要操作一下，然后呢，它再进行载入，因为第6关的流程还比较长，这个载入时长呢比一般的关卡都要长，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0秒左右。你想想，你马上要打最后一关了，你玩这个马上要到高潮的部分了，突然亮了你20秒，这什么感觉？就非常的不爽。对，就你压我头发了，就那个感觉吧。所以说，地道的话看个新鲜就完事儿了。如果想玩的话，还是要玩红白机的 FC 的版本。磁碟机版的整个，因为它的载入啊、磁碟换面太影响游戏的节奏了。包括我之前录制的赤色要塞也是，赤色要塞明显非常的缩水，整个关卡呢就是只能向上，卷轴是不能滚动的，不能左右滚动的，你只能向上走。因为赤色要塞的卷轴还是比较宽的，整个地图，但是磁碟机版呢，你只能向上走。BOSS 战也有缩水，第3关的舰船它给你竖着摆了，它没横着摆，横着摆就超宽了嘛。可能我现在说很多小伙伴没有印象或者想象不出来，过2天吧，给大家再录制一次磁碟机版的赤色要塞。看刚才啊，这个地方要加速过去了，这个和红白机版是一样的。那咱们从上层跳下来的时候和红白机版不一样，咱们是直接掉下来的，没有往前的一个惯性。这里我轰了这枚导弹8发了。又捡了2个，10发，再来2发结束了。不然的话，你在这儿要抢6次，每次2发，抢6次，这样通关了。那通关的画面后面和 FC 版是一样的，但之前呢，它会有5到8秒的载入时间吧，也比较拖时长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绿色兵团地道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坑再见。